Let's go。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雷朋的智能眼镜之后的一些感受，有一些优点，有一些缺点。优点呢，首先就是我觉得它特别的方便。如果你在外边，特别是给需要摄影的朋友来讲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拿任何的手机或者是摄影装置，把你喜欢的一些景象，你只需要一按就可以随时把它记录下来，不管是拍视频，还是拍照片，还是听音乐，还是打电话。全部都在这个小小的眼镜上面。虽然呢这款眼镜非常的方便，但是我觉得它摄影的影像质量不是特别的好。第一呢，它只能录30秒的一个短视频；第二呢，这个视频呢还是一个正方形，所以给特别爱好摄影的朋友来讲的话，可能你只是用它去做一个临时的一个记录。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视频用在一个专业的 video 上的话，看来是比较困难的。而且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呢，它的噪点也非常的高，所以呢，只适合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进行记录和拍摄。另一个我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电量消耗非常的快。例如昨天呢，我去了一趟超市，往返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中途呢，我拍了大概10条左右的视频，加上几张照片，但是呢，电量就消耗了50%。这个电量的消耗真的是比我预想当中要快的很多。虽然这个眼镜呢，它的电量消耗的非常的快，但是呢，另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眼镜盒也是它的充电盒，在充电盒的后边有一个 Type-C 的一个接口，你可以把这个盒子充满电以后呢，就可以随时带着，它呢就可以给你的眼镜随时充电。另一个非常大的优势，也是我很喜欢这个眼镜的，就是它的眼镜的镜片是带度数的。像我以前呢也用过一款这样的眼镜。里边的镜片是带度数的，但外边呢，它有这样的一个贴片，是一个墨镜的贴片。但是像雷朋的这款智能眼镜呢，它的镜片是可以直接带度数的。可是不好的一点呢，就是你要一直戴着这个眼镜在外边。如果是在户外阳光非常充足的情况之下呢，是一点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只要是在一个比较暗的情况之下，或者是在室内，你就没有办法摘下来了。眼前就会变得特别的暗，特别是晚上开车的时候，你几乎是看不清道路了。这个就是戴上眼镜以后的效果。最后一点我非常喜欢的是，我觉得这款雷朋的智能眼镜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一件单品。不好一点呢，我觉得它整个的设计的材料让我感觉塑料感比较强。那这样的一个眼镜呢，不带度数的话是$299。如果你想加带度数的镜片的话，需要额外再加$200。以这样的价格来看，我觉得它还可以做得更好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这一期的内容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尝试。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，或者给我留言，留下你的想法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拜拜。